普医美新知。哦，我都忘了，今天不是在教跳舞吗？要开始啊！好，我们今天要讲的主题呢是填坑系列。之前不是跟大家讲我们要讲一系列脸上的皱纹是怎么形成的吗？那我们今天要讲的主题就是抬头纹跟皱眉纹。它是怎么产生的？抬头纹指的就是这个地方嘛，额头这个纹路。哎呦，对，年纪轻轻就有抬头纹。皱眉纹呢，指的是这个地方有抬头纹的话，会让人感觉岁月在你的脸上留下了痕迹。还有皱眉纹的话，看起来会比较凶狠一点。这两个呢，虽然它都是在额头这一区产生的嘛，可是呢，它们产生的原因是不一样的。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是额头的一个构造图。我们整个额头啊，上面这一大片肌肉叫做额肌。对 ，frontalis muscle 额肌。皱眉又是什么肌肉呢？皱眉是从我们的眉心到我们的眉毛这个地方它是像比一个叶这样，它这样肌肉是长这样。这两个肌肉都在额头上面，但它两个的作用是完全颠倒的。身为解剖美学的奠基者，我始终坚持解剖分层为基础，结构力学来设计，安全优先是原则，因为微笑才是最贵。想做要找专业，什么意思？我们的额肌它很重要，因为额肌呢，它的作用是把眉毛往上抬，就像这样，往上抬。可是皱眉肌颠倒皱眉肌它的作用是这样子拉，来皱一下，它是把眉毛往下拉，所以一个是往上抬，一个是往下拉。如果以这个力量的相来讲，一个是向上，一个是向下，所以它是不一样的我们在处理额肌跟皱眉肌的时候，因为它两个力量是不一样的，所以我们在处理它的时候，思考方向会不太一样。我们待会就来跟大家谈一下这两个纹路它是怎么形成的。一样，脸上所有的纹路形成一定是来自于三个原因。第一个是肌肉拉扯，第二个是流失跟凹陷，第三个是松弛跟下垂。脸上任何纹路形成都是这样，我们的抬头纹、我们的皱眉纹也是一样。我们现在看第一个原理，肌肉拉扯会产生皱眉，它就是这个肌肉去拉扯出来的。那今天呢，会产生抬头呢，它就是我们的额肌去拉扯出来的。所以如果今天你的纹路形成是，你平常你没有任何表情的时候，它很平顺。但是当你有表情的时候，比如说你往上看，那才产生这一种有在动的时候才产生的纹路，它就是很单纯是肌肉的原因。这种很单纯，只有因为肌肉拉扯而产生的皱纹，又有一个名词叫做动态纹。坦白说，动态纹的处理就非常的简单。怎么处理？打肉毒。对，打肉毒好 smart 为什么肉毒可以改善这些肌肉拉扯动造成的动态纹呢？因为肉毒它的作用是用来放松。答对了，是用来放松肌肉。对起来了，很多人都误会一件事，打肉毒不是用来收紧的吗？不是，用来收紧皮肤啊。今天额头松了，那我们是不是就应该打肉毒啊？不对的，肉毒真的作用是用来放松肌肉。听清楚了，放松肌肉，因为你的肌肉被肉毒放松了，所以肌肉就没办法施力，就没办法去扯动，因为它没有办法去扯动你的这个组织，所以它就不会产生动态纹。所以如果今天你有抬头纹，那我们在这个地方打肉毒是放松额肌，让它不会产生这个皱纹。好，问题来了，放松额肌。刚刚讲到一件事，请问额肌它的作用是干嘛？往上提，对，答对了。所以今天你在这个地方打肉毒，你的额肌是不是就不能往上提了？比较有困难，就比较没有办法往上提的。当然，它就比较不会产生抬头纹。你今天打肉毒，它就没办法往上提了。如果你的额头本身原本是松弛、比较下垂的状况，你的额肌又被肉毒放松了，没办法往上拿，这会发生什么事？对，这个时候你的额头会变得更松、更垂。大家听懂我的意思吗？因为我很常遇到客人来，我觉得我额头都松了，所以这里好多的纹路可不可以在这里打肉毒除掉这些皱纹？答案是你打了肉毒之后，你的额头反而会更松更垂。大家有没有弄懂我在讲什么？所以为什么我们在看抬头、皱眉这些纹路的时候，我们必须去分辨它真的很单纯是肌肉造成的，还是它是凹陷造成，还是它是松垂造成的？如果你的问题其实是松跟垂，你把它误认为是肌肉造成的动态纹，说反正它是肌肉造成的动态纹，我就给它打肉毒，这个时候你反而会造成它更松更垂，那是不是就完全颠倒了？
大家懂我意思吗？相反的，今天如果你很单纯，只是肌肉拉扯的动态纹，这个时候你去做电波、音波，你去做额头拉皮，拉完以后，你会不会继续产生动态纹？还是会有。大家听懂我的意思吗？所以为什么我很强调，你一定要先诊断再治疗。如果你今天是松跟垂，不管你今天是哪个位置的纹路，你要做的事情是提升。对，如果你今天是肌肉造成的问题，你要处理的就是肌肉啊。如果你今天是流失跟凹陷，你要处理的问题是填充跟补充。是的，这个诊断大家可以感觉到它非常重要了吗？相反的哈，我们在讲处理皱眉纹的时候，皱眉肌它是一个向下拉的肌肉，所以你今天希望你的额头是往上抬的，你的眉毛是往上抬的，那你是不是就一定要处理你的皱眉肌？你把你的皱眉肌让它没有办法用力往下拉的时候，你的眉毛就会自然往上。这样的概念大家懂我的意思吗？因为我觉得我现在很常遇到，可能有一些医师他刚入行，或者是我也很常遇到有些民众他对医美的印象就是医美不就是打玻尿酸，医美不就是填充，或者医美就是打针，大家都会有这样的一个印象，所以大家都会觉得说，反正不管怎样，你这个地方有纹路，我们就是打玻尿酸啊，这样有纹路我们就打肉毒，不是的，好像一直啰嗦的在讲这件事，因为重要。所以我们刚刚呢跟大家讲了一件事，抬头跟皱眉，如果你是第一种肌肉扯动造成的动态纹，你可以打肉毒。很多人他会说一件事，我现在的状况就算我没有做表情，我也有纹路我可能有抬头，我可能有皱眉纹张医师你不是一直强调吗？肉毒只针对肌肉扯动时候产生的纹路，这种动态纹才有效。那我现在没有表情，我肌肉没有在动态，也有纹路，那是不是代表打肉毒就没有效了？那它是什么原因？它就是我接下来跟大家谈的，它可能是凹陷流失，也有可能是松弛或下垂。我们来看一下这怎么区分。比如说我们来看一下，他会觉得说他的额头有一些细纹，然后呢，他会觉得他印堂这个地方呢也有一些凹陷的状况。他觉得这个要怎么去处理？因为我现在变成已经没有表情，所以也有一些细纹，不是那种像刀刻的一样，可是我觉得就有一些细纹。那这种要怎么处理？事实上有很多人他会这样，有一个很大的原因是因为他随着年龄的时候，他额头越来越凹陷。所以很多人会想说，额头为什么会凹陷？额头这里不是骨头吗？它为什么会越来越凹陷？骨质疏松了。你的表情很天真，但是你答对了，额头会凹其实来自于2个原因。第一个，额头它真的会骨质疏松。根据澳洲一篇研究，还有韩国一篇研究，人类它随着年龄，你身上的骨头会骨质疏松，你可以理解吗？头骨也会。那其中额头的头骨，它随着年龄，这边的骨头，快把我的雷神之锤丢过来，要丢过来，我们额头的哪边骨头会骨质疏松呢？这是这一块。眉骨上面的这一块骨头，它随着年龄，这个骨头会慢慢的往内陷。所以你会发现很多人他随着年龄，他的额头在眉骨上面这里会慢慢凹下去，这是第一个原因。第二个原因，我们额头它虽然很薄，可是大家有听我讲过，我们的脸还有我们的脖子分成3层，第一层是皮肤跟皮下脂肪，第二层是筋膜，第三层是深层的组织。额头这里虽然很薄，可是额头一样有这3层。那其中这一区就是我常常说的皇冠区。什么是皇冠区呢？我们之前的影片有特别介绍额头填充的那一集，我们要介绍什么叫皇冠区。皇冠区是你戴皇冠的时候会刚好卡住的这个区域。皇冠区这个地方呢，它的额肌下面也有一个深层的脂肪垫，这个深层脂肪垫它随着年龄它会慢慢萎缩，所以你的骨头会缩进去，你的脂肪垫会缩进去，所以你的额头它的确会越来越凹。道理很简单嘛，一个气球如果它是饱满的，它就没有什么皱纹；一个气球它泄气了，它是不是上面可能会有一些小细纹？所以有一些人呢，他这种细纹呢，我们做一些填充，你就会觉得哇，它变得很亮，这些细纹就改善很多了。这一种呢，它就很适合用填充的。那我们再看，好像这个也是一样，它有一些凹陷的状况，我们做一些填充，它的细纹就会大幅改善很多。我们的这个抬头跟皱眉纹，第二种原因是凹陷或流失。我刚刚讲了，就是有一些整体凹陷，但是有一种状况，我们来看，比如说像这个，很多人他的皱眉纹这个地方，他没有任何表情的时候，他也有像刀子刻过一样痕迹，像刀疤一样啊。如果他不小心长闪电状，那有点像哈利波特。这个为什么会这样呢？就是因为你在这个地方呢，你的皮肤长期以来可能因为表情多了，假设一张纸它本来很平顺，你每天一直折，这样反复一直折，这个纸的纤维它会受损，那这个局部这个地方它就会变成像刀疤一样。所以像这种细纹呢，它就不像刚刚我说的那个整体因为骨头骨质疏松，因为深层脂肪垫萎缩那种凹陷，它就变成是细纹状的条纹，造成这样子的一个皱
皱眉纹，或者是像这样子的抬头纹，这一种呢，它也是属于流失跟凹陷的一种。但是这一种呢，它就不像刚刚那种整片流失，我把它整片填起来，填脂肪也好，填玻尿酸也好，填精量子也好，填童颜针也好，它效果很好。这一种像刀疤式的这一种纹路，它就不适合整片把它填起来哦。那这怎么处理？用筋膜，这是其中一个选择。我跟大家讲解一下哈，这是属于一种静态纹哈。静态纹的意思就是你没有任何的表情，它也有纹路，这叫静态纹。像这一种你没有任何表情，都有像刀疤一样的这种纹路，皱眉跟抬头的处理方式是不一样的，很重要哦。皱眉纹这个地方，假设你有今天这样一条这样细细的纹路，或者是像这样一条或两条这样的一个纹路在皱眉这个地方，很多人甚至有很多医师，他第一个想到的是打玻尿酸，把这个细细的纹路填起来嘛。好，我要跟大家讲，这个地方我个人是非常反对打玻尿酸，你知道为什么吗？为什么？可我讲这个可能会有其他诊所打电话来骂我，又要被骂。请打死我接电话，我负责讲实话就好，就叫你被骂被叫。你知道我们印堂这里有2条血管，这个血管叫做上滑车动脉。这个动脉跟车子有什么关系呢？没有关系，它就是刚好取名叫上滑车动脉。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会取这么奇怪的名字。这个上滑车动脉呢，这个血管呢，它跟我们眼球的血管是相通的，所以在这个细纹上面打玻尿酸的话，真的有一个研究是这个，印堂像大斑一样细纹的人，他的底下有这条动脉的几率非常的高，就算它不是直接在这个细纹的下面。它也距离这个细纹大概只有1 mm， 不是1公分2公分哦，是1 mm 2 mm 哦，是不是超可怕？你针稍微劈一下，你可能就打中这个血管了。如果你今天打填充，比如说你打玻尿酸打在这个细纹上面，你打到这个血管里面会怎么样？这个玻尿酸如果顺着这个血管跑到眼睛里面，你的眼就会看不见，这是有风险的。所以这个位置这种细纹，我非常的反对打玻尿酸，因为有风险。为了一条细纹失去一个眼睛是不 OK 的嘛。所以以前这种细纹呢，其实非常的难处理。3年前有医师发表了一篇国际论文，他用什么方式处理？用筋膜。之前还有医师在医学会的LINE群组在问我说：“张医师，我看你有时候用筋膜在填，我怎么从来没有看过这个方法？”我就跟他说：“这已经3年了，你可能偶尔要 update 一下。这个方法是发表在一篇非常有名的国际期刊上面。那怎么做呢？就是取我们脸上的筋膜，哪里有筋膜？我之前讲过，我们脸分3层嘛，皮肤、筋膜跟深层。我们的脖子以上到处都有筋膜。那像我们呢，就会取在一些很隐秘的地方，比如取在耳朵后面这个里，就完全不用担心你绑马尾，你戴眼镜人都看不到哦。你去剪头发，人家也看不到伤口，伤口很小，0.5公分到1公分。我们就取这个筋膜啊，去铺在这种刀疤一样的细纹上面。这个筋膜原本就来自你的脸上，用来修补你这个受损的像刀疤一样的纹路，刚刚好，很适合，很自然，哦，效果也很明显，可以用筋膜补这个皱眉纹的这个纹路。而且呢，这个地方它的伤口都只有针孔而已，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好的方法。可是像这一种横的抬头纹，很多人就会问啊，这横的抬头纹这么多条，那用筋膜补，那不是筋膜都被拿光了吗？那怎么办呢？横的抬头纹就不太一样，因为这横的抬头纹它就比较没有我刚刚说动脉通到眼睛的问题，因为这个上滑车动脉它的走向是这样的。它是这样走上去的，眼球这个方向往上走的。我们的抬头纹是横的嘛，所以你在打的时候就比较不用担心会有玻尿酸跑到里面的这个问题。所以像这种细纹，如果你今天用简单的微整方式处理，你是可以打玻尿酸的。要提醒大家，玻尿酸它是一个比较软的东西，把这种动态的纹路有时候很容易移位。如果真的要用玻尿酸补这个地方，我会比较推荐可以用一种动态玻尿酸，它是专门用来设计处理这种细纹的玻尿酸，打出来效果很好，也不用担心它移位，不是任何玻尿酸都可以用来打这个位置。记得哦，同样都是这种像刀疤一样的纹路，如果是横的，你要打玻尿酸是可以啊哈，但是如果是直的皱眉纹的，不要打，很危险。要用就要用筋膜的方式来补。如果你今天皱眉纹跟抬头纹，你是因为流失跟凹陷形成的，你要分哦，你是因为骨头或者是深层脂肪链萎缩那种整片的凹陷造成的细纹，还是你是因为长期以来像刀疤一样的纹路？如果你是因为凹陷的那种，你可以整个把它填起来，当它填的比较饱满的时候，这些纹路当然它就会变浅啊，就会改善很多。如果你是像刀疤一样的纹路，这种你用填充效果就不好，你就要看，如果是皱眉纹的部分，你就用筋膜；如果是抬头纹的部分，你就可以打针，那是可以的。
我接下来讲第3个，如果你的抬头纹跟皱眉纹是因为额头松了，或者是印堂这个地方松了，导致有这些纹路的产生，那我们要怎么处理呢？我问你啊，我们脸如果松了跟垂了，你要怎么治疗它？拉紧，就是要拉紧它嘛，对不对？那抬头纹、皱眉纹这个地方，如果你是因为松的话，我们要怎么去拉紧它呢？你会想到说，那我用音波啊、电波这一类的能量仪器去改善它呢？可不可以？它是可以改善。我们把这个像烫熨斗一样啊，你知道有很多人他会误会哦，会把电波、音波这种仪器把它当成熨斗，像烫衣服一样。你的熨斗烫平你的衣服，那个温度也要80-90度吧，对吧？你家的熨斗60度可以有效吗？那很难有效嘛。80-90度用熨斗烫一烫，我相信会平，可是你应该脸烫伤也毁了。就要唱 BBQ 了。所以我一直跟大家讲电波音波的概念，简单讲就很像吹风机在吹保鲜膜的概念，或塑胶袋的概念，让它收比较紧。可是对于处理这样的纹路，它可以改善，但是你要让它很平有困难。所以你要有一个认知，你的期待值就是你用音波、电波处理这样的纹路就是改善，但是没办法磨很平，这是不可能的。那有些人就说我用线去拉呢，拉这个地方呢，让这个地方这种纹路改善呢，其实跟我刚刚讲电音波也是一样，可以改善，但是磨不平。那有些人就说，可是纹路就是这么深啊，难道都只能改善一点，没有办法让它很平吗？我手术可不可以让它很平？于是有人就问，额头嘛，第一件想到就是你就是什么内视镜五爪拉皮，五爪拉皮可不可以把像这样子的静态纹路把它弄得很平？可不可以？也可以。不可以。为什么？好奇怪，因为层次的关系。我们的内视镜拉皮，它最主要做的层次是做在骨膜下。很多人也以为做内视镜拉皮，因为松弛导致的这种纹路会改善，答案是不会的。为什么？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图，这是我们额头的构造。我刚刚说，额头虽然很薄，但是它一样有分成3层：皮肤跟皮下脂肪、筋膜，还有深层的位置。大家如果看过我之前在讲内视镜的影片，就知道内视镜拉皮它其实是一种单层次的拉皮。所以呢，内视镜拉皮呢，它只会走在最深的这一层。可是我们的额头啊，这些皮肤它松的时候，它会产生纹路。我问你哦，你脸上的皮肤这些纹路是深的还是浅的？浅的。浅层就看得到了嘛，所以它是属于浅层的问题。你今天做内视镜额拉的时候，它是走在这个深的地方，它只能走这一层，它没有走其他层的时候，它没有办法处理到浅层的纹路。所以记得哦，如果你今天这些抬头纹、皱眉纹是因为松弛跟下垂造成的，你用内视镜一般的五爪拉皮，它可不可以处理掉这些细纹？答案是不行的。那怎么办？怎么办？这个时候我们要做另外一个手术，就是所谓的新式冠状额拉。到底什么是新式冠状额拉？我们有之前的影片专门在介绍这个新的手术方法。这个手术方法呢，其实也好几年了，只是可能有些医师如果他没有 update 的话，可能不知道。新式冠状额拉呢，它的做法呢，它是做2层，所以它是一种 biplane 的 forehead lift， 双层的，所以它会处理到底下的这个肌肉的问题，它也会处理到皮肤皱纹的问题。如果你的额头是因为松弛导致出现这样子的抬头纹，那我们在做这种新式冠状额拉的时候，你可以同时改善你的眉眼垂，也可以同时把这些纹路抹平，效果是不是很惊人？有一些人说，哎，我额头没有那么粗的这个线条，可是很多细细的这个细纹一大排。我们做新式冠状额拉呢，我们也可以把这些皱纹抹掉，同时把下垂的眉眼往上拉，还可以把你的发际线往下拉。发际线往下拉，你的头发看起来怎么样？就不会那么的他讲的得罪人是你。我们看到这一位哈，你看他抬头是不是就很多很多纹路？皱眉是不是也有很多很多的纹路？很明显，一看这就是你额头，你的皮肤因为长期的松弛下垂，导致了这些细纹的产生，导致了眉眼的下垂。那我们做这种新式冠状额拉呢？你看我们可以干嘛？可以把这些纹路抹平，抹得很平哦，然后可以同时把下垂的眉眼上提，可以把你的发际往下，这次是同一个人哦，可以把发际往下拉，头发看起来也会比较多，这是一个很好的方法。那很多人就问啊，那这个伤口疤痕会很明显？放心，我们用特殊的切法，到时候他头发长出来，刚好会盖住你的伤口。像这种都是术后，你会看到几乎看不出来他的伤口在哪个地方，所以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方式。讲到现在，你可能会很惊讶，什么？就连抬头皱眉纹原来有这么多学问，所以你就知道脸是一个很精密的一个组织，精密的一个器官。你要弄清楚，你今天是因为肌肉扯动造成的动态纹，你是肌肉的问题，你可以用肉毒处理。
理，你一定要弄清楚哦。可是如果你不是因为肌肉扯动的动态纹，你是其他的问题，你是因为流失跟凹陷，那你要做填充或补充；你是松弛跟下垂，你要收紧，那是不一样的。你弄错的时候，有可能你把松弛跟下垂当成肌肉型的，你打肉毒，你只会更严重。那如果你今天是因为流失跟凹陷，那你要分哦。如果你是整片这种凹的，你可以把它填起来，就像一个凹扁的气球，把它填起来的时候，那些纹路就改善了。可是如果你是像刀疤一样的纹路，印堂这里不要打玻尿酸，你可以用筋膜；抬头纹这里可以选择施打东西。如果你今天是因为松弛跟下垂造成你的抬头纹、皱眉纹，你可以用手术的方式处理，但是用五爪拉皮有没有用？没有用。这种深层单层它是没办法处理的，你要用新式冠状这种2层的拉法，它才有办法把这些细纹把它磨平。所以诊断在治疗非常的重要，了解你脸上的结构，再选择适当的治疗处理方式哦，你才不会花冤枉钱。好，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边。如果你觉得我们的节目对你有帮助，欢迎把我们节目转接给你朋友。如果你介绍给你朋友我们这个节目的频道的话，跟我们小编讲，我们小编呢会把我写的这本书的电子版传给你们哦。那你看这本书，我相信对你在求美的路上也会有很多的帮助。如果你个人有一些整形的问题，你不想要在一个公开的频道上面直接问，你也可以打我们的 LINE 或是微信，然后私讯我们，我会给你一些建议。好，我们今天节目到这里哦，拜拜。看了我们今天的影片之后呢，对你是不是很有收获？你要不要确认一下今天这个影片你到底吸收了多少？赶快来做以下这些题目哦。